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法老，欢迎来到我的塔罗占卜频道。那么今天我来为大家占卜一下，看看你们在2024年能够取得什么样子的成就，还有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呢？那么我这里有为大家抽取4张我们神谕卡作为我们的指示参考物啊，依然是4个动物。第一组是我们的天鹅，是第一组天鹅。第二组是我们的猴子。小猴子第三组是我们的熊，非常可爱的熊。然后第4组是我们的海豚，聪明的海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组是天鹅，第二组是猴子，第三组是熊，还有一张第4组是我们的海豚。这4个参照物。好，请大家选取一下，看看你最有感应的一张牌，或者是最喜欢的一张动物都可以作为自己的参考物。那我们选择好了之后，就可以分组去看咯。Hello， 欢迎选到我们第一组天鹅的宝子们。那么在2024年，我们将会实现什么样子的目标呢？那我现在来抽塔罗牌那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一幅心灵之镜塔罗，好吧？那我们现在来抽3张牌，来看一下我们2024年选择天鹅的宝宝们将会实现什么样子的个人目标呢？好，我把剩下的卡就放到旁边，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几张卡呢，分别是我们的圣杯7，我们的宝剑8，还有我们的宝剑10。好，那我看到这3张卡牌的第一感觉呢，是首先我们3张牌里面有2张风向的宝剑牌，所以说2024年我们的学习运、考试运将会非常的好，因为风向的卡牌主要代表的是我们的逻辑会非常的清晰。那我们逻辑清晰了之后，学习将会头脑更加的清楚对学习运势是非常好的。如果2024年大家有考研的宝子们，那应该能够顺利的上岸。还有就是第二感觉，就是我们3张卡牌的数字都比较大，一张7号牌，一张8号牌，还有一张10号牌。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选择这座宝子们呢，大家可能之前2023年就有开始一个计划，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甚至有些宝子可能在202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感觉上这个计划应该是一个非常时间比较长、任务比较重的这样子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到了2024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看到的是大家都能够按部就班，然后把这个计划呢一步一步完成好，落实到非常棒的一个结尾能够看到是有一个慢慢结束并且非常棒的结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我再一张张细看第一张是我们的圣杯7，这张卡牌其实代表的是圣杯7我们有一点像很多泡泡或者是说很多橱窗里的那些东西，一般代表的是我们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然后大家一些想要的东西，不管是感情也好，学习也好，或者是工作、金钱、健康，都是一些大家想象当中可能稍微离自己现实有一点距离的这样一些人或者是事情。那我能看到2024年呢，我们很多的梦想想要的东西都能够被实现，因为2024年我们圣杯7是一张主显化的卡牌，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有做显化的宝子们，大家想要的这个人或者事物，那通过显化，通过专注，我们是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所以大家在梦想一定要敢想，敢去想，大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那第2张牌就是我们的宝剑8，宝剑8给我感觉是大家能够拿下遮到眼前的这个东西，那一般来说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事实上对我们整个人生并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但是你可能暂时会被它蒙蔽眼睛，蒙蔽自己专注的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看到的是2024年大家终于能够把这一个负面能量的不要的东西，这个遮在眼睛前面的这个东西去拿掉。
然后真正看清楚自己需要珍惜的人也好，事情也好，或者是能够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个人生的方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宝剑八。然后第3张牌是我们的宝剑十，宝剑十给我的感受是我们身上，首先是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从各方面的，可能是从家庭或者是学习或者工作环境上面，人际交往关系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压力在身上。但是呢，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一点置于死地而后生了，就是有一种新生的一种力量。所以说这3张牌连在一起看，我的感受就是，首先我们7号牌是有很多的泡泡那我们的第2张牌是宝剑。那大家连在一起看，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啊，这样子看，这些泡泡，第1张是有很多的泡泡，是7个泡泡，第2个是有8个宝剑，也就是说，大家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或者是用自己清晰的一个思维能力，去把这一些泡泡去搓碎掉。搓碎掉代表的是什么？代表2个意思。第一个是你能够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通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完善的计划去实现这些目标，把这一些看上去很虚幻的东西落到实处，然后用自己的比如说大而化小的计划然后把很多的任务分为小块，然后去落实去完成。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是你自己想要的吗？真正是对你以后会有帮助或者对自己有提升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拿自己的宝剑非常清晰的去把这些泡泡给戳破啊，然后就是认清现实，认清什么东西是在我们当下，或者是对我们以后真正是需要我们去珍惜，真正有作用、真正有用的那些东西。好，那3张牌连在一起，我的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2024年首先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愿景，然后其次我们会有很多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小目标，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各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去兼顾。而我们选择天鹅这一组的宝子们居然可以就是多项目去都非常安排的井井有条，非常的会安排时间。然后并不是说一头就是钻研到一个地方，我看到的是多个地方都能很好的时间上非常好的安排。可以看到2024年应该是一个比较繁忙的一年，因为大家可能疫情之后包括经济情况现在不稳定，所以说大家都有很多的任务去做，可能是很多家庭，或者是说有一些很多工作，比如说有几份工作这样子，或者是说同时要照顾家里面，同时兼顾工作，还有一些宝宝们可能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这一些我能看到的是大家都能完成的很好，大家都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慢慢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去做到。还有就是能够看到，就是在2024年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睛，打开自己的真正灵性的一双眼睛，能够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东西，然后从而我觉得应该是从灵性方面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然后拿到自己真正找到自己真正所想走的那条路，还有就是说真正确定自己以后要奋斗的方向可能这就是2024年我们的宝宝们可能需要去面对，然后去做的一个课题。但是从卡牌上来看呢，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能够做得很好，所以说选择这一组的宝子们，你们2024年能够突破瓶颈，然后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然后去把很多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然后呢在一些事情方面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看到一个新生的力量在里面。你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心态，或者是说一段新的感情。那还有就是我们能看到我们2024年宝子们的学习运势是非常不错，所以在这边也祝福大家，如果考研的宝子们能够顺利上岸，希望大家如果有大小考试的话都能非常顺利的通过，好吗？这就是我们选择第一组天鹅宝子们，你们在2024年会实现的目标还有计划，那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我们下期见。
Hello， 选择我们第二组猴子的宝子们，你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2024年将会实现什么样子的目标，还有达成什么样子的成就呢？我依然是为大家抽取3张我们的塔罗牌来看一下啊。好，那我们把多余的卡牌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3张牌分别是什么呢？好。分别是我们的星币8、我们的星币6，还有我们的权杖3。那从这几张卡牌里面，我的第一感受是，大家会实现经济财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成就啊。其实如果3张牌连在一起看的话，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的星币8其实是一张按部就班的一个每天去上班工作，朝九晚5的去打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星币6呢，有一种实现阶级跨越，实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权杖3非常有趣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张是我们的星币8。好，按部就班的工作。第2章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能够感觉到大家是不是实现了财富的一个自由啊，突破了自己的一个财富的一个阶级，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一章权杖3。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啊，权杖3是一个小男孩看着一个窗外的飞机，旁边还有一个鸽子。那我能够说，从这卡牌里面能够看到2024年大家呢从一个打工仔，然后慢慢的实现到了财富自由的这一步，或者是说不一定财富自由，但是会有一笔非常不错的一笔积蓄，大家会有很多钱财上的一个进账，然后一直到第3步，就是可以用这些钱财，并且有时间有健康，然后出去旅游啊，然后能够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好好的跟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一起到外面去旅游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喘口气，或者是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一段时间。好，那我们其实分开来看的话，首先我们2024年首先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稳定的工作并不是说只是每天去上班打卡这么简单，而从背后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带给我们一份稳定的收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大家都不是很稳定，有一份稳定的可以支撑家里开支的一个收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如果学习艺术或者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呢，可能在2024年能够通过自己的对艺术上的爱好，然后实现金钱上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多了一份副业。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一个副业，多一个赚钱的方式，多一份收入的进账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我看到一个能量在。然后第2张牌呢是我们的星币6，星币6呢除了我刚才说的，我的感觉是大家能够在财富上面更进一层，可能是从一个比如说收入一开始只是一个打工，然后你多了一份兼职了之后呢，自己手头宽裕了起来可以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呢，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这张卡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贵人的运势，也就是2024年你将会遇到一个贵人，或者是你已经认识了贵人，会在这一年中帮助你。帮助的是哪一个方面呢？更多的是在经济跟财务上面啊，可能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投资人，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合伙人。那大家在这个工作上面就会更上一层楼，会遇到一个非常棒的贵人来帮助我们，然后帮助我们或者是投资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投资我们的项目，然后能帮助我们在经济上面、钱财方面有更多的一个进账啊。那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选到的是这一组卡牌啊。那第3张就是我们的权杖3，权杖3呢，首先我说了，就是我们会2024年，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跟富余的钱，那我们可以选择去旅行啊，可以选择去有一个假期放松一下，出行。还有呢，就是说代表的是我们可能事业做得非常好，可能要出差，可能会做一些跨国的项目、跨国的企业，和一些其他国家进行一些合作。
那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出口到国外去，或者是说和国外的一些公司有一些外贸上的一些商务活动、物流的一些商务合作啊什么的，那等于是换句话说就是拓展了我们的业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啊，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说我看到旁边还有一只鸽子，那这代表的是说从远方会有一个好消息传入啊，大家可能会期盼了很久的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而且代表的是说合作的消息，因为我看到的是一只鸽子，所以说可能大家在等待一个合作的好消息。那不管这个拓展一下来想的话，不仅仅是事业上面的，那比如说您如果正在办一些像签证啊，或者是说在办一些移民啊，或者是说一些方面的，你在等的很久的那个消息，那在2024年这个好消息也会很快的就到达你这边。那我们这个我总体来看，我们3张牌。因为3张牌里面2张是我们的星币牌，所以说星币牌代表的是我们的经济会有一个质上的飞跃，还有我们的行动力会变得非常的好啊。我们在2024年，我们想到的东西，我们就会立刻去做，大家也是动力满满的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以前看上去可能有一些遥远的计划，比如说你可能像之前一些大公司去投了一些简历，但是一直没有获得消息，或者是说可能很早之前投的简历，但是呢可能当时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的，但是现在你可能会突然收到一个好消息，可能就是那些公司突然向你伸出了橄榄枝，或者是说他们发现了有一些更适合你的岗位，然后向你来咨询，看看你是不是依然感兴趣到他们公司去进行工作，好吗？那总体来说这一组卡牌是相当不错，看到非常强的事业运，还有我们金钱的运势在里面。那也祝福选择我们第2组猴子的宝宝们2024年能够一切顺利，希望我的话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那我们下期见。Hello， 欢迎我们选到第3组我们的熊这一组的宝宝们。那我现在就来抽牌为大家看一下我们2024年将会实现什么样子的目标，跟达成什么样子的成就呢？好，那我们依然还是选3张牌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抽了3张牌，我们把多余的牌放在旁边。好，这3张牌我看一下分别是我们的宝剑国王，我们的星币2，还有我们的星币7。好，从这3张牌里面，我第一眼看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宝剑国王了。那这张宫廷牌，我觉得是这里面3张牌里面的一个重心重点给我感觉呢，2024年我们的宝子们将会在一个领域有所很大的突破。那不像我们之前第2组的小伙伴，我记得第2组还是第1组选择的好像是有一种多任务能够兼顾的这样子的一个牌面。那我们选择第3组宝子们呢，就是勇往直前，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领域，然后有所突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卡牌是一个独角兽unicorn 是一个独角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尖尖的角，然后它是朝着一个方向有所突破，而且它的口才非常的好非常说话非常有说服能力，也非常有领导力的这样子一张牌。它代表的是说专业在自己的一个领域里面是非常的突出，甚至是领头羊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是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者，或者是说2024年你将会在你的事业上面，在你工作或者是学习钻研的一个领域上有所重大的突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看后面2张牌第2张是我们的这个星币2。
好，星币2给我感觉呢，其实一直是一个 balance， 就是一个平衡的感觉。那它是有一种，虽然我刚才有说是专注在一件事情，那我在这个上面看到的是一个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其实并不是说5-5开的那种平衡。那有的时候2-8开、1-9开，其实依然也是一种平衡。那我觉得在这一组卡牌里面，大家给我的感觉，它并不是说大家找到就是工作跟生活5-5开，而是说你在一个领域上面有所重大突破，你在一个地方做到拔尖了之后，其他的事情其实考虑的相对来说都会替你这个方向会让路，或者是作为一些让步这样子，因为可能你在这个上面钻研，然后你的家人非常的支持你，也非常的理解，他们也愿意就是说牺牲掉一部分你陪伴的时间，然后帮助你配合你，或者是说支持你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实现这样子一个梦想，或者是说实现自己的一个成就，他们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助力啊。也就是说，当你在某一个领域足够强大了之后，其实你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多多少少都会做出一些让步，然后可能你可关注的东西就不用很多琐事，就不需要你去过度的去关注他们，他们也会自己就会做好。还有就是说，我们第3张牌是我们的星币7，这张牌其实结合我们的宝剑国王来看的话，我更愿意说是2024年我们熬了很久的一个瓶颈期，终于被突破了。在2024年或者是2023年或者是之前，我们可能是一直在一个领域里面苦苦熬着。那如果是做科研或者是做一些任重道远的有一些任务在身的小伙伴们呢，我感觉宝剑国王就是在2024年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他那个独角兽的脚终于是闯出了一番天地，突破了这一个卡住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然后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是这样子感觉。其实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非常有趣啊，是我们的星币7，是一个少女，她坐在一个充满绿色植物、绿棚，还有一点像一个非常大的温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也代表的是说我们在2024年所有的环境都会变得更好。就不管是你的工作环境，还是你的家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大家都会充满一个阳光，充满一个绿色、生机勃勃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它因为是一个在温室嘛，所以说它隔绝了很多外界的一些风雨的声音，隔绝了外面狂风暴雨，但是跟我们依然是非常专注的去做自己的一件事情。其实讲的再深入一点，就是感觉到我们由于内心的专注而找到了一份平衡，找到了一个平静的感觉在内心，就是说无论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风雨摇摆，或者是说有些很多杂七八乱的声音，但是它完全不影响到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平静，或者是说只要我们内心已经，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能力已经足够强大，那我们外界的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好，批评的声音也不能说批评，就是恶意的一些声音，我们都会自动的隔绝掉，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平衡点，我们知道自己的信心，找到了自己信心，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知道他们只是一些负面的一些干扰的声音，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真正的心情、心态，还有说我们的一些态度，或者是说我们思考的一些方式什么的，完全不会影响到我感觉就是说这一组的宝子们更多的其实在2024年找到的是一份专注力，就是专注在自己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而且我们的能力上会在一个方面特别的突出，特别取得一些很好的成就，在一个领域，在自己钻研的突出的，你也可以说是比如说学科，那可能就是偏科的会有点严重，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一个科目
过于的优秀，也不能说过于优秀，就是太优秀了，以至于我们其他的科目说，如果说有一点点小小的，并不是非常理想的话，那也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成绩。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科目过于的优秀，然后其他的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大家几个科目一起拉上来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工作上也是可能因为你是特别优秀的人才，以至于其他方面可能稍微不用那么在意，大家也会愿意去配合你去做好这个工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2024年我们的整体环境将会变得非常好，然后起码是让你自己觉得非常舒适的可以说就是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的这样的环境，或者是说你家里人支持你的这样一个环境，会让你觉得你更可以专注于自己想要去钻研、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你得到你身边的都是支持你的声音，给你的都是阳光，陪伴你的都是一些绿色的植物，充满生机勃勃的一些力量，然后你更能够专注于你自己的内心，而且你的内心也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将会自愈去抵挡一些外面的一些恶意的声音，或者是阻挡你的一些脚步，这些都会被你自动的屏蔽掉你的内心是充满着阳光，充满了植物，充满了生机勃勃，好吗？这就是我们选择第3组，我们的熊这组宝子们，你们在2024年将会实现的目标，还有就是会达成的成就。那希望我的话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启发。那我们下期见，拜拜。Hello， 欢迎我们选到第4组海豚的宝宝们。那我现在就来抽牌看一下我们2024年将会实现的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或者是达成什么样子的成就吧。依然是抽3张牌好。OK， 好。那我抽到的3张牌分别是我们的愚人牌、我们的圣杯9，还有我们的我们的愚人牌、我们的圣杯9和我们的星币9这3张牌。这3张牌我光从卡面上来看就感觉到，不知道是会不会有一些资源非常好的宝子们，有一种单身贵族的那种，就是不差钱不是怎么太需要去上班的这样的宝宝们会选择这一组呢？因为这组卡牌我光看卡牌面就是有一种不用特别努力工作，然后光看牌面就是吃喝玩乐的这样子的一年。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2张牌的感觉一只小狗在草地上欢快的奔跑，然后这个也是在海边，然后有一个人他应该是身后跟着很多几个小动物嘛，在海边上这样子的漫步然后我们这张星币9的话是一个小猫，但是呢它前面摆着牛排，摆着香槟，摆着红酒，然后它周围又非常有钱的这种感觉，所以光看卡面呢，我感觉2024年也不用说的多么高大上，其实选择这一组宝宝们就是有这个先天的资源去吃喝玩乐那好吧，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几张卡牌首先我们看第1张愚人牌，愚人牌其实一只小狗在草地上面欢快的奔跑，我感觉2024年我们宝宝们呢起码有一个梦想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比较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你年纪有多大，你都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你喜欢写歌或者是说你喜欢出去旅游，你喜欢多出去看看，你都可以做到2024年会可以达成自己想要去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目标，而且有重新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可能是打工仔或者怎么样，但是你2024年有了一笔财富或者有了一笔资源了之后呢，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去重新开始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事业的话，可能是想做自己的想要的一个生活模式，想要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大家都是可以重新开始过自己想要做的那些想要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想要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生活的一个行程，或者是就是一种不同的生活吧。还有就是我们第2张牌圣杯9，我感觉到就是有机会2024年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2024年能够有机会去更多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然后去经历更多丰富多彩的生活啊。你如果是喜欢出去旅游收集打卡的话呢，你2024年将会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把自己想要去的那些地方都打上卡，或者是说收集很多自己想要收集的，比如说你喜欢集邮，或者是说收集一些东西，那2024年你将会有大丰收的感觉，你会收集到很多自己想要收集达成的这些东西，有机会去干更广阔的世界。第3张是我们的星币9，星币9的话呢，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说感情的话，就是有一个对感情并不是非常强求的一个姿态或者是说回归了一个空窗期。这个空窗期呢，是指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就是说，感情只是一个调剂品，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转变。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是会被很多自己喜欢做的爱好啊，然后自己一些比如说运动啊，或者是充斥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并不需要去过多的去社交，或者是说跟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都没有。2024年其实总的来说，看这3张卡牌，不管是从卡牌上看还是牌面上看，大家都是有很多的资源，因为2张9号牌代表的是说我们宝宝手上的资源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多，以至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这组卡牌的宝宝们，在2024年你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转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去转变自己的心态，去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自己想要的想拿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外在的一些要求对我们，所以说就是或者是说2024年我们会获得很多奖项会收集到一些头衔，或者是说一些有很多的勋章，然后别人看我们是非常的注目的，是引人注目的。我们可能2024年也会活在一个聚光灯底下，那大家对我们都是比较羡慕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可能会比较引人注目。那基本上从这3张卡牌里面来看，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生活。2024年，我们的宝宝们有机会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机会可以出去看，去更多的地方去出行，去打卡，去尝试新鲜的东西，去尝试一些跟我们生活可能完全没有什么相近点的一些不同的风土人情。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加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说更以自己为中心不是很关注别人的眼光。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组卡牌那这就是我们2024年选择海豚这一组的宝宝们，你们可能将会实现的一个目标，那就是随心所欲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就希望我的话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那我们下期见。